青蛙王子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国王，他有几位美丽的女儿，最小的公主美得像天仙，即使是见多识广的太阳见了她，也会为她的美丽感到惊讶。在王宫附近有一片神秘的大森林，森林里有一棵古老的菩提树，树下有一口很深的水井。炎热的夏天，小公主常常到井边乘凉。她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抛接一只闪闪发光的金球，这是她最珍爱的玩具。有一天，小公主像往常一样在井边玩耍，她高高抛起金球，但这次没接住，金球滚落到地上，又咕噜噜滚进了深井里。小公主急得眼泪汪汪，她趴在井边哭了起来，泪水像小溪一样流淌。这时，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：“美丽的公主，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？”小公主四下张望，发现是井里冒出了一只大眼睛、绿皮肤的青蛙。啊，是你啊，游泳高手！小公主看到青蛙，不太开心地说：“我的金球掉进井里了，我非常难过。”青蛙安慰她说：“别哭了，小公主，如果我帮你捞出金球，你会给我什么作为回报呢？”小公主连忙说：“亲爱的青蛙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，我的衣服、珍珠、宝石，甚至是我的金冠，我都愿意给你。”青蛙摇摇头说：“我不要你的衣服、珍珠或金冠，我只希望你能把我当朋友，和你一起玩，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，喝你的高脚杯里的果汁，睡在你的床上。如果你答应这些，我就帮你把金球捞上来。”小公主心里觉得青蛙的要求很可笑，她只想拿回金球，于是马上答应了：“好的，只要你把我的金球捞上来，你说的我都答应。”但她心里却想，这只青蛙怎么可能成为我的朋友呢？青蛙听到承诺，立刻跳进水里。不一会儿，青蛙嘴里叼着金球，浮出了水面，把金球放在草地上。小公主见到金球，高兴得一蹦3尺高，她捡起金球，转身就跑。青蛙赶忙喊：“等一等，带我一起走啊！”可是小公主哪里管她，头也不回地跑回了王宫。青蛙只好伤心地跳回了井里。第二天，小公主和国王坐在餐桌前吃饭，忽然听到敲门声，接着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唱道：“小公主啊，我的爱，快点儿把门打开，爱你的人已到来，快点儿把门打开。”小公主跑去开门，发现是昨天的青蛙，她吓得赶紧关上门，回到座位上，脸色苍白。国王见她不对劲，便问：“孩子，你怎么了？难道门外有怪物吗？”小公主无奈地说：“爸爸，不是怪物，是一只讨厌的青蛙。昨天我在井边玩，金球掉进了井里，青蛙帮我捞了上来，但他要我做他的朋友，我答应了，现在他来找我了。”国王听后说：“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，快去把门打开吧。”小公主只好去开门，青蛙一蹦一跳地跟了进来，还大声说：“把我抱到你的身旁坐。”小公主不愿意，但国王让她照做。青蛙坐在桌上，又说：“把你的金碟子推过来，我们一起吃。”小公主不情愿地推过碟子，青蛙吃得津津有味，而小公主一口也吃不下。吃完饭，青蛙说：“我吃饱了，现在累了，
把我抱到你的房间，我们一起睡觉吧。小公主害怕极了，但国王又提醒她要守信，小公主只好勉强把青蛙捧上楼，放在房间的角落里。青蛙见公主要睡觉，又爬过来说，我累了，我也想在床上睡觉，把我抱上床吧，不然我就告诉你的父亲。小公主终于忍无可忍，她生气地抓起青蛙，狠狠地往墙上一扔，说，安静点吧，你这个丑八怪。青蛙落地时，忽然变成了一位英俊的王子，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，满脸笑容。王子告诉小公主，他其实是被巫婆施了魔法的王子，只有他的真心和承诺才能解救他。王子感谢小公主的帮助，成为了他最亲密的朋友。不久之后，王子带着小公主回到了他的王国，他们在那儿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从此，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，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魔法能分开他们了。